小哲，姐，好啦。这个精神分析诊断的电子书号不早就申请了，还没办下来。你赶紧催进度呀！啊，好。姐，这个电脑是出版社的。我知道，剩下的工作带回家处理。可是姐，不是说你辞职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不是说辞职了吗？进来。主编。哎，小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爱人不是说你卧床吗？主编，我不辞职，我都没提申请，您怎么能批准我辞职呢？当时你爱人过来给你办的手续，他说跟你商量好的，还带着你的证件呢。我们部门才刚成立，我怎么可能辞职嘛？哎呀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哎，他说你身体不好，情况非常糟糕，不能继续上班了。真的不行吗，主编？小华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。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手续呢，你爱人都给你办好了，你不行回去问问他吧。不过现在辞职的确可惜啊，但是身体最重要，万一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呢，是不是？回去问问他吧。喂，你为什么把我工作辞了？你去单位了？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？怎么又乱跑啊？我跟你说让你帮我请1个月的假，谁让你把我工作辞了的？啊？说话呀！我在公司呢，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好吗？你在上班是吧？你工作重要，我的工作就不重要。你现在马上回来，立刻马上。我真回不去，等下公司里还有2个面试呢。乖啊，今天我不加班，到了点儿我就回家，你看行吗？啥事儿啊？小文上班呢，啥事儿回来再说呗。那你下班就回来。咋的了这是？我给你倒点水喝。我出去走走。这刚回来，你又要出去啊？小文不是让你在家等他吗您儿子的话不是圣旨。这劲儿劲儿的跟谁呢？这是？我在艺术家工作室呢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忙吧。
妈，多拿2个盘啊！来了。哇，还有啊！这是那么多菜，花了不少钱吧？这些菜啊，都是他爱吃的。他今天心情不好，哄哄他吧。我也心情不好，也没见得你怎么孝敬我呀。咋了？记住儿媳妇了？你要爱吃啊，我也成天给你买。瞎忽悠！哎，你去哪儿了？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？工作都没了，出去走走不行吗？哎，小黄，我儿子等你半天了，先吃了饭再说吧。队长，先吃饭，吃完再说呗。我不饿，你们吃吧，好吧？吃完上来找我，我们谈谈。오, 기차다야. 벨이 더럽구나. 맞춰주기 힘드네. 那怎么着？吃不吃？多少得吃点啊！你看，都是你爱吃的菜，我特意给你打包的。别回避我的问题。当时我就是太紧张了，怕你出事儿。工作是我的，你说辞就辞，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吧？啊！我是怕你逞强嘛，别又跟上一次那样突然晕倒，多危险啊！哎，我们上一次不是去查了吗？都2天住院，说排除子痫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低血糖晕倒嘛。但那时候我没出结果呢嘛，我一紧张，说辞都辞了，现在说这个也晚了，你不如在家好好歇一阵儿。你还说要买房，你说你弄得负担那么重，我现在工作没了，收入不更少了吗？你说你是不是愚蠢？我这怎么愚蠢了？这么说吧，啊，你那个工作它本来就不是正式编制，你每月挣那么点钱，我压根儿也没指望你能帮我一起还贷款。只要你跟宝宝健健康康的，已经是帮我们家省大钱了。况且啊，你们这种单位啊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哎，你真以为你们领导那么乐意你天天跟他请假？你不知道啊，那一天我帮你提辞职的时候，他有多高兴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！你在呢，我以为我忘关灯了呢。我买的绿萝。这浴缸怎么给拆了？哎，你们先放下。哎，好的。你们先出去，我们说2句话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麻烦门口等一下。你有什么不满意，你跟我说一声啊！你怎么不商量直接拆啊？我一开始就说了，我不要浴缸呀。也不用那么较真儿吧，这打5折也挺贵的呢。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你都没有满足。你自作主张装了一个浴缸，所以我就找人把它拆掉嘛。我怎么就自作主张了？你说的装修的事全交给我。再说我设计图发给你了，那上面画着浴缸呢，你没仔细看，这会儿怪我了。是我也有问题，所以我自己找人来拆呀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觉得我干得不好，信不着我，用不着我了是吧？给你的房子装修，前后用了那么长时间，我一趟一趟跑，
从物业到装修公司到建材城，连一个肥皂盒都是我亲自挑的。你这会儿觉得不满意了，说拆就拆，你尊重我的设计吗？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提的要求你没有满足，我现在就想找人把它改回去，我怎么就不尊重你了？不是不让你工作，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给生下来。等孩子大一点了，不需要你带了，这工作可以再找，不是吗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着孩子转呗？不，我说的有什么错呀？아이, 어째 오자마자 싸마니? 입안 먹게 말게. 아니 어머니, 밥이나 잡수지 왜 우리 일에 참견니까? 我没说普通话。我才跟我妈说，你妈也会说普通话。哎，小黄，这是在我儿子家，我跟我儿子说几句家乡话怎么了？我这天天伺候你还有毛病吗？不是妈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呀？吵我吃二把火干啥呀？我还不管了呢。哎呀，别哭！哎呀，哭什么呀？哎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不是，你也是，不就说几句家乡话，你至于吗？那我妈为了谁呀？啊，大老远从老家过来，还不是为了照顾你吗？她呀，她不爱说普通话，那你学几句潮语不就完了吗？你法语都能学，潮语有什么不能学的？不是那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不哭了啊！好了好了，你呀，就是受激素的影响，导致了情绪不稳定。我就当是肚子里的孩子在给我发脾气，我不怪你，真没怪。你总要为宝宝着想吧，啊，别让他还没出生呢，就成天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，成天吵，好不好？对，您现在是老板，颐指气使惯了，尽可以发号施令，看谁不顺眼想开就开。不用跟任何人解释。这跟我工作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不是我甲方，二不是我员工。你主动帮我装修，我很感激，我也很认可你的付出。出了问题，我没有向你追究吧？我现在自己解决问题，我为什么还要向你汇报？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巴不得你是我的甲方，至少那样你可以正儿八经的跟我商量，而不是当个甩手掌柜，活儿都我一个人干了，你事后挑我毛病。黄振华，我知道你最近工作不顺利，但是你不能拿我的工作阴阳怪气。你在你们单位也是这么推卸责任的吗？啊，你工作上的麻烦真是因为你们领导双规吗？你自己就没有任何问题？你在我们这种事业单位工作过吗？你跟我一起工作过吗？你知道一个项目从头到尾我是怎么事无巨细定下来的吗？你张嘴说我工作有问题，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水深水浅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别以为你在外企当老大多了不起，有本事去我们单位，保准你3个月都待不下去。我真是犯贱帮你装修，还落一身埋怨，狗懒八泡屎，泡泡舔不见。我妈又去排练了吧？啊，哎，他们那合唱团弄得挺像那么回事的。那可不，说是还想参加北京市比赛呢。您没跟着一起去？嗨，去过一次。你妈说我一个人唱出了一个声部，跟谁还不挨着，不让去。那您自己在家待着不无聊吗？谁说的？
我每天收拾屋子、买菜，伺候我的这些花花草草，看书、练毛笔字。晚上吃完饭还得陪你妈去遛弯儿，忙着呢。对了，我让你看看我的字啊。爸，我想你们了。雷哥呀，身体不舒服啊，有事跟爸说啊，别瞒着我们。身体挺好的，就是精神上有点迷茫。怎么个迷茫法呢？我想对孩子负责，但是我也想工作，我还想考资格证，我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？玫瑰啊，人这一辈子啊，长着呢，一件事做完了，再做下一件，来得及。我妈当时生我的时候也没有耽误工作。哎呦，那是你不知道，你妈怀你的时候，放弃过一次做访问学者的机会，应该是刚怀你的时候。美国有一所大学邀请你妈去做学术交流，机会很难得。如果那一次去了，也许就没你了。爸，你说做了母亲就一定要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取舍吗？人只要活着，就时时刻刻在做取舍。母亲的伟大呀，就在于取舍不是力气，而是为了另一个生命。相比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，人类已经很幸运了。你要是只猩猩，那只能找到什么吃什么，哪像你现在还在纠结到底是吃炸酱面呢，还是吃涮锅呢？做取舍，那是因为你还有选择的机会。所以啊，只要你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怎么选都没错。哎，咱俩是不是该去趟上海看看闺女啊？她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，总是推三阻四的不让我们过去，我这心里不放心啊。我也总觉得她有事儿瞒着我们。这样，我们下个礼拜就去，不提前告诉她。我来给你赔不是了，带了烤鸭。那得看是一只的诚意还是万只的诚意。一整套鸭王的烤鸭，鸭架还是椒盐的，够有诚意吗？一会儿看看那鸭架子够不够脆吧。鱼缸的事儿啊，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应该事先再跟你充分确认一下，不应该自作主张。我也不好，你给我那图纸也没有好好看清楚。说起那浴缸，小时候特别愿意去学校那澡堂洗澡，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不好，谁家也没有那个
浴盆，去澡堂子能游泳，能憋气儿，所以特别开心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。咱能不聊洗澡的事儿吗？你小时候不爱去澡堂洗澡？不是老接着上班有意思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多嘴了，对不起啊，不说这个。明天是周末，你又没约我，那有人约我去湿地公园甩两杆，男的。我又没问你，干嘛那么着急自证清白？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，我用得着自证清白吗？你急什么呀？哎，合着你带套考研来就是为了堵我的嘴，名正言顺的批评我，我辩解两句都不行啊？最近他俩这状态呢，就跟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炸。要不各自冷静几天好不好？想一想以后该怎么相处。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个在黄浦区，你看，这地段多好。可惜啊，只剩一房的小户型了。这个在徐汇区，这个3房的户型啊，东南朝向，140多平，不到130万。他这个卖的特别好，只剩3套了。我打算这个礼拜把定金给交了。没必要买这么大的吧？贷款压力多大？靠你一个人养家，又要还房贷，那得还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看就这不大2居吗？这就挺好的。妈，这2年房价涨得特别快，以后肯定还得涨。我想啊，索性就咬牙一步到位，等将来宝宝出生了，咱们一家4口也住得下。一家4口？对啊，将来我妈肯定要和咱们一块住啊，她得往里照顾孩子嘛。哎呀，你看你小时候跟爷爷奶奶，咱们是5口人，住20多平米的房子，那不住的也挺好的吗？是吧？你这现在要靠你一个人还房贷，你这不太辛苦了？你听我的，就这2居就挺好的。你说那小黄写了啊？这将来这边都修地铁了，好几号去？这特别好。哎，别关灯先。哦，还不睡啊？那个，你妈以后都准备跟咱们一起住啊？对啊，她还要帮你照顾孩子嘛。到时候啊，我要把老家的房一卖，咱们的贷款啊也能提前还一点。咱们别买那么大房子了，买2套小点的，在同一个小区，行不行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户型越小啊，单价越高。2套小户型加一起，比1套大3居贵多了。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我肯定要在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内选一套最好的。上海发展这么快，你信不信？这房价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国际接轨。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，不比在东京、巴黎什么的住鸽子笼舒服多了。咱们现在挺好的，用不着跟别人比。
我跟谁比了？我没跟任何人比，我就是说啊，只要有钱，在上海的生活啊，不比在国外差。哎，你别以为那些去了国外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住5星级酒店，吃西餐，喝咖啡，表面上光鲜亮丽，那他们住的都是又老又小的房子，一辈子都得付租金。你以为呢？怎么了？不爱听了？困。白叔，我正要去钓鱼呢。行，那我晚上来。白叔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哼，小黄啊，今天我找你过来呢，跟我们家小何没关系，你别这么拘谨好不好？那您找我是这样啊，小黄啊，你现在在建筑院工作，为了这件事我找你，可能有点不太符合规矩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刚买了一块地，打算开发一个度假酒店。现在这个项目呢正在策划阶段，所以啊，我想先咨询你一下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还想聘请你做这个酒店的设计工作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？愿意啊，我当然愿意了。就这事儿。哎呦，我没喝呢，那你喝一口。哥，吃饭去。我不去了，你帮我带2个包子吧。啊，一个人在这屋里闷一上午了，干什么呢？哥，这是猫什么猫啊？我这在屋里偷会懒。天哪，你可不是偷懒人，是不是有件私活了？这回是帮哪个女朋友装修呢？你与其高过我的魅力，不如高过我的能力。实不相瞒，还真是个私活。大嘴巴别出去乱说啊！这什么呀？酒店吗？民宿酒店。阿姨，跟你说的这人剩菜不能给猫吃，这又咸又油的，对猫不好。哎呀，你个破猫，吃啥不行？哪来那么多讲究？哎，小黄，去哪儿啊？小文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？丢垃圾。下楼梯慢点啊！妈啊，没事，你不用管，我看看帮你打扫卫生什么的。不用，哪一块儿？你坐你忙你的，没事，你看看啊。
哟，花是不是该浇水了呀？哎呀，都干了。这都写的啥呀？这是，字儿太小了，跟贴小蚂蚁似的，没费劲。哎，你写你的哈，我接点水去。啊，我给这儿擦擦吧，这肯定都落土了。你干啥呢？啊，没事，你擦。啊。我儿子说了，让我跟你在一块儿待着，你忙你的。啊。那好，没事了，你走吧。晚饭的时候，我找严护士长好好的讨论一下审计支出的问题。小马，你现在说是这个样子了。妈，你不要去找严护士长，我们两个私下谈。好呀，不找严护士长可以，但是你得帮我也把裤子减减肥。不会，你不会。严护士长。你就是改裤子吧，得稍微有条件，给我一张老树的 CD。我的旧军装白送你了。哎呀妈！看你小伙，这家伙最大方。老哥，看看小伙，谢谢啊！你客气啥呀？咱都战友。哎，小黄啊，去哪儿啊？妈，我出去随便走走，中午不用等我吃饭了啊。我陪你，等我。这跑得够快的。需要点什么？花是新到的。那我要个这个。好的。这个品种比较少，是吧？再加一束这个吧。好，就这些是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好的。妈。玫瑰回来了，哟，这又买花了，好看不？花了多少钱呢？这雏菊是10块，这个玫瑰颜色挺特别的，就稍微贵一点。我天，就这花啊！哎呦，那我们老家呀，那山上长的全是这花。
这还花钱买的哈。哎呀，我这哎。 떠돈팔았구나。儿子啊，妈你下班回来了？是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今天那个菜价又涨了，2根黄瓜4块钱，那猪肉14块钱1斤。你说就你挣这点钱，又要买房子，又要养家，将来还要养孩子，哪有闲钱整那些花花草草的？真是。不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媳妇啊，买了那大把花，花的那钱够我每一个星期的菜钱。你1个月给她多少钱呢？那是人家自己的钱。那不对呀、那她不是不上班的吗？他平时啊就买点书，买点花，你不买其他东西啊？并且钱是人家自己攒的。哎呀，租房子是不是你花钱？那吃饭是不是你花钱？他那点钱算啥呀？我刚开公司的时候，人玫瑰把积蓄全部拿出来支持我，我打算年后分了红都还给他。啊？别犯傻儿子，那钱不能留在女人手里。你这个养家需不需要钱呢？买房子需不需要钱呢？光你一个人省吃俭用的，那怎么行啊？他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出门逛街吃饭，那钱都让他给瞎造了，不能给他。啊，行了行了啊，你别什么事都管。我妈说你今儿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溜达了一圈。哦，一个人啊？啊，一个人在外面溜达一整天啊？是啊。哎，这花谁送的呀？我自己买的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不信？哎，我没不信，我只是担心你。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头，万一不舒服了怎么办？对了，玫瑰，下个礼拜就要付首付了，我手头还差一点钱。我就跟你说别买那么大房子嘛。可定金都付了呀，你不买人也不给退呀。公司账上是有一些钱，不过还没到年底，我也不能平白无故给自己发奖金呢。那是，公账绝对不能动。慢点啊。我就只有2万了，够不够？这足够了。我妈那儿还有一张定期的存单，大不了损失一些利息呗。哎呀，我还是找份工作吧，哪怕是兼个职。不用，今年公司业绩很好，年底啊能拿到一大笔分红，这些钱都能补上。
小朋友，你这画是你画的吗？是的。画的真好，我挺喜欢的。这个多少钱？这幅50。啊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事没事，下次再来。嗯，好，拜拜。现在刘老师要求的这个方案是超支的，咱们不是还有其他方案吗？喂，苏苏，你先去跟刘老师沟通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你的声音就想哭。吵架了？没有。别跟我说婆媳矛盾啊！电视里面天天放着呢，没有新鲜的你就不用跟我讲了。哼，可能是孕期，情绪不稳定吧。一个人待着太无聊。怎么没上班啊？辞职了。为什么？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定期产检，一切都正常。哎，苏苏，你那边有没有什么 part time 的工作可以派给我的？远程的或上海的都行。你是不是缺钱了？我们想买房，钱都不够了。那你把账号发给我，我直接打给你。苏苏，我不是想跟你借钱。那你大着肚子呢，你着什么急工作？唉，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自己的状态。我觉得我是练在浴缸里。我以前做什么事情，我只会问自己想不想，从来不会考虑那么多。但是我现在发现，就是很多事情你想做，但是发现你已经做不了。这么大的一个项目，不是1、2个人拍拍脑袋就能完成的，而且这种规模的酒店设计肯定是公对公，不可能包给私人。啊，这个我明白。那么现在我们有2个选择，一个呢是我另开一家公司，专门负责今后的这个建筑设计工作，你呢就到这儿来当负责人，薪水一定比你现在这儿高。当然。你也可以自己开一家公司，我给你投资，以后行业内的项目也会介绍给你。不过，不管怎么选择，都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冲突，你要好好考虑。当然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的忙，我可以付给你咨询费，剩下来的事情我可以交给别人负责。白叔，以您的资源和人脉，应该认识很多资质高、有经验的设计师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找到我呢？怎么？我以为我假公济私，想替我女儿打你的主意？没有那么不自量力。小黄啊，咱们俩其实没见过几面，我确实不太了解你，但是我信任你。之前去建筑院找你，听你聊你的工作。我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，而且你的聪明没有攻击性，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压迫感。这就说明你懂得分寸，顾及他人的感受。我听小何说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我相信我女儿看人的眼光，我也喜欢和人品好的人合作。
白叔，谢谢您的肯定。另外，你单位的事情我也了解了一下，我知道这个时候来找你，很容易说动你。这个你也听说了。不过小黄啊，我自己也是白手起家，懂得创业的艰难，不光要有实力，更要有好的运气。白叔，这事儿您再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考虑考虑，行不行？好啊。白叔再见。那您还小我5岁呢。哦，那您可是看着比我年轻多了。哪里？我这最近累的满脸都是褶子，还是当教师好，这比我们那伺候人的工作要强多了。都是工作，没有区别。区别还是有的。爸妈，喝水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爸妈，我看玫瑰打完电话，在公园呢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他没上班啊？前一阵子他身体不太好，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晕倒了，幸好他同事把他送到了医院。还晕倒了？可我也吓一跳，然后我就替他把工作给辞了。因为这个事儿，他还埋怨过我呢。其实我就是怕他有危险，一时着急，我就……健康第一，工作以后还可以再找。小芳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孩子打小就报喜不报忧，以后再有这个情况，你可别帮他瞒着我们。放心吧，爸妈。就我妈来了以后，她身体好多了。白天没什么事儿，就到公园散散步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哎，她胃口怎么样啊？잘 먹지 뭐. 싹싹 끓여 먹는데 뭐.我妈说她每天都变着花样做好吃的。大夫都说了，调理的不错。哎呀，亲家母，辛苦了。这客气，都一家人，这不应该的吗？应该。那就是每天吃完了这个，哎呀，就出去遛弯啥的，都挺好，放心。谢谢。这坐着窄巴了点啊。挺好。没事。还带这么多吃的，你看。哎呦，烤鸭。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随便买了一点。烤鸭爱吃，这还是名牌的，大牌子。大牌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，哥？不知道呢，我现在还蒙着呢。建筑院的工作呢，怎么说也是个铁饭碗，真要是扔了，感觉有点不踏实。可是要不扔的话，怎么捡这个金饭碗？那可要捡起来发现是个塑料的怎么办？快！哎呀，闺女，这咋的了？这是这咋还哭起来了？你这让亲家看见还以为是受了欺负呢。不会。小华，亲家把我女儿照顾得这么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这孩子。坐。
可能是坐着了，坐着。很长时间没见我们了，有点激动。对对对，怀了孕了，激素不稳定，一点点情绪就容易放大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尽量别介意啊，不介意。这孩子吧，被我们宠得不成样子了。你看，这都快当妈妈了，还跟个小丫头似的啊！不哭了啊！他这脾气可能没少给您添麻烦啊。哎呀，这说哪儿的话呢？这都一家人呢。怎么啊？还哭上了啊？不。哎，小文，你过来，跟我。哎，那个怎么样啊？过来。不是，他这干嘛呢？哭成这样，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他都多久没见他爸妈了？是，不对，肯定是你媳妇跟他父母抱怨来着，他妈就跑过来看他闺女是不是受委屈了。没有，你别多想啊。肯定是这样，你看那姿势，我天，就跟俩领导干部似的。哎呦，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！那吃啥呀？都这点儿了，那么多人，我做啥？哎，人大老远来的，哪能在家吃啊？下馆子啊？啥？我天，下馆子！我搁这待那么长时间了，你可从来没说要请我吃一顿好吃的，也没说要是让我去下个馆子啥的呀。再说了，你说那么多人下馆子，那钱得花多少啊？还不是得你出？人家是客人，难不成让人家买单啊？又不是天天下馆子，一顿饭吃不穷啊！妈，有个事儿啊，我必须跟你说一下。啥？你别老是当人家面说方言，人听不懂。我天，那我还不能说话了？我不说了，我能像他们那样啊？天天咬文嚼字的，这我也不会呀，我还听不懂呢。人家是大学教授，讲话就那样。哎呀天！行了妈，那你换身衣服啊，等一下出去。不是我换啥衣服啊？我就这身儿。怎么就一身了？哎，好，改天带你买去啊。净忽悠我！你少吃一顿饭，我能买好几身衣服。爸妈，哎，这就是卧室。哦，哈哈，小是小了点儿，啊，还是挺温馨的，啊。你婆婆什么时候来的？上个月。你们相处的怎么样？住在一起有没有不方便？来，别站着了，坐着。他对我挺好的，每天就洗衣服、做饭，我就出去转转，白天晚上回来吃现成的。他是担心你才把你的工作给辞了，别老埋怨他啊。他的做法虽然欠妥，但是出发点也没错啊。妈，你们这次待多久啊？怎么，我们刚一来就要赶我们走啊？没有，我想现在我身体也稳定了嘛，我想跟你们回北京住几天。哎，爸妈，今晚咱出去吃吧。哦，不用，我带了很多呢，都在楼底下呢。小芳啊，你妈呀，恨不得炖半头猪，太多的菜了，在家吃得了。再说玫瑰老念叨想吃我做的菜，一会儿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，我随便做几样，让亲家母好好休息休息。今天的晚饭我们包了啊。我给你打下手。走。行。而且颜色这莲子好啊，是吧？尝一下。这个来，你就不用在水里焯。如果你要买新鲜的，小心烫啊！要焯一下，不然会涩。小心烫啊！对。 누구 배아순이? 배아줘도 자기 딸을 배아줘야 되지. 네 날마다 일이 그렇게 바쁜데 며느리 밥까지 해줘야 되니? 어머니, 그만하죠. 你们老家都说潮语啊？对，这算母语吧。那挺好啊，孩子一出生就能说双语。哎。
对了，爸妈，明天要不然我开车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嘛，到我新买的房子看一看。虽然还没建好呢，但可以先看一看周边的环境。售楼处有沙盘，那有样板间儿。啊，不用，这房子将来是你们自己住，啊，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了，我们不用看。那儿离我公司也挺近的，可以到公司坐一坐啊。下回吧。玫瑰1年没回来了，我们这几天就在这儿好好陪陪闺女啊。这做的真香啊！文文，哎呀，香不香？香！哎呀，做这么多那也吃不了啊，那不浪费了吗？不会，吃不了的就放在冰箱里，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热就行了。妈，冰箱才多大，几顿就吃完了。谁让你自己不会做呀？要不我跟亲家母轮班，让你婆婆回老家好好休息休息，我呢留下来给她做饭。这可以。好。哎，这又咋的了？不是，这干啥呀？要撵我走啊？这不正好吗？你不是一直闹着要回老家吗？我那是真的要走吗？我不是为了你吗？我天哪，儿，你怎么一个心眼都不长呢？啊，你被人坑了你都不知道。妈，你这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？啊？啥叫想多了呀？你们结婚那么长时间，他们都不过来，这一听说买大房子了，立马就跑过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买大房子钱是你挣的，凭什么让他们家人住啊？妈，我跟你说啊，结婚以后挣的钱叫夫妻共同财产。人家也说了，房子我们自己住，人不关心那个啊。那嘴上说的好听呗。哎呀妈呀，大学教授，咱可算计不过人家。儿子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挣多少钱别告诉你媳妇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哎呦，我以为他不会笑呢。我这在这住了那么长时间，从来没见他笑过。这他爸妈来了，这脸上都跟乐了开花似的。那人爸妈来了，人开心，那笑很正常啊。你怎么什么都管啊？我也没说啥呀。干啥去？就知道向着你媳妇儿。爸，哎，好，哎，进去。哎，这个好吃。怎么样？还吃得惯吗？那吃得惯，老香了。好吃，这芹菜炒的真好吃，好吃是吧？好吃。儿子吃块肉啊，儿子，来，怎么样？好吃哈。小芳，最近公司怎么样？啊，今年开发部已经扩大到6名员工了。哦，我还打算再多招2个测试，办公室马上坐不下了，我也正在找新地方。我打算搬到徐汇区那边。那边的租金是不是很贵啊？对，确实比原来那个贵多了，但是环境好，能够提升公司的形象。还是要量力而行，门面固然重要，但不是核心的竞争力，啊。来，多吃一点，不是爱吃笋吗？有，爸有啊。好，儿子别光说话呀，那吃点菜，都吃那么累一天呢。这里给你做的，我尝一下。玫瑰好像变了。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这孩子打小没心没肺，现在怎么愁容满面的？你说，他跟我说想和我们回北京，是不是过得不好啊？不应该啊，
我看小芳跟他妈对他挺好的。这几天再观察观察，要是他真的过得不开心，咱们就把他带回北京。这合适吗？爸妈到酒店了吗？啊。今儿不是见了吗？还没聊够啊？我问他明天早饭是在酒店吃，还是等我一起吃？你说他们搞突然袭击，是不放心你啊，还是不信任我？没有，他们就是想我了，过来看看我。一下了火车，直接到家里来，是要瞅查我，看我表现怎么样啊？我爸不是说了吗？他把行李放到这儿，省得从酒店搬来搬去麻烦嘛。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告诉他们？既没说你辞职，也没说我妈在这儿。我怎么说啊？我说了，他们又觉得我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有那么严重吗？而且也不是我自己要辞的职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做错了？是不是辞了职，我妈一来，你身体好多了？我妈一天到晚围着你转，还总是老埋怨。我什么时候埋怨他了？你一天到晚往外头跑，不就嫌他碍事吗？他像看犯人似的看着我，一天天的。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。行，总之啊，我们娘俩不论做什么都不合你意。我妈每天伺候你，你连个笑名都没有。你爸妈一来可倒好，你笑得那么开心，我妈看着心里得多难受。我都多久没见他们了？哭不行，笑也不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爸妈过来，我当然开心啊，我还想带他们俩到新房子看一眼，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，让他们看得起我。他们没有看不起你，他们就是不想麻烦你。上次咱俩这烤鸭吃得心浮气躁的，今天叫你出来锻炼锻炼，也是让你泄泄火。泄火干嘛来锻炼啊？我们中年男人有什么心火是一杯菊花茶灭不了的，早没事了。你工作事儿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们领导出事这段时间啊，我想明白很多事儿。人不能活得太安逸，你不给自己找事儿，老天爷就得给你找事儿。那你给自己找什么事儿了？有个人想请我去给他做一个民宿酒店的设计。啊，那好事儿啊。事儿是好事儿，但是这个项目的规模太大了，要做就得公对公的做。我要是答应了呢，我就得辞职，
出来成立一个公司。你不是早就想自己出来单干了吗？现在有项目、有机会，又有动力，多好的事儿！机会是个好机会，但是给机会这个人有点问题。谁啊？这个人是白小河他爸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我回头就把他回了。虽然这事儿跟白小河没什么关系，但毕竟是他亲爹，欠人这么大个人情，别说你了，我也觉得别扭。接了吧，我支持你。今晚下班我早点回来，晚上带你爸妈去和平饭店吃个晚饭。又远又贵的，干嘛去那儿？他们大老远过来，总要尽地主之谊嘛。没事儿，我白天陪他们逛逛，随便吃点就行。昨天他们一到家就抢着做饭，咱不回请一顿，显得咱们太没有礼数了吧？你家我家的，又不是客人。哎，跟你商量件事儿呗。说。你看你妈也照顾我挺长时间了，想能不能让我妈过来陪我一段时间？你妈住不习惯。怎么住不习惯？你妈住这儿不方便。我是说我不方便。你看。这个我在家也比较随便啊，那随手扔条短裤，夏天光个膀子什么的。你妈要是在的话，对吧？我说，你怎么总是这样啊？一天一个主意，一会儿一个想法，那合着。你爸妈来了，就要把我妈赶走，是吧？我是跟你商量。你们家人啊，永远都是不管不顾，由着性子来。那我回北京几天行不行？你这么介意啊？如果你是因为关系拿到的这个项目，我介意；但要是你是因为能力拿到的，我不介意。这么说，你相信我的能力了？你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啊，但是我在网上查过你的工作，口碑还不错。嘿，你是跟我闹分居是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没有，我只说我回北京待几天。你明知道我现在忙，抽不开身，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想在北京就在北京，想在上海就在上海。你记住了啊，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，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。哎，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咱们结婚，你不是从原来的家分离出去，而是我要多给你一个家。你现在说我是你们家的人，什么意思？不对吗？你嫁给了我，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就要对你负责任，这有什么错呀？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，限制我的自由呗。方新文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不是黄一梅，是你变了吧？就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，我比不上别人。我错了，这根本不该让你见他。
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疑神疑鬼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？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？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儿问我半天。还有你为什么要买大房子啊？你弄得自己压力那么大，你不就想跟他较劲吗？我没有要跟他较劲。我买大房子，我完全是为了让你过得舒服。那巴黎鸽子笼什么意思？那你偏要去北京什么意思啊？北京到底有谁在啊？这段时间呢，我也是明显感觉你身上这股烦闷焦躁的气。当然，除了因为我的原因啊，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你工作造成的，尤其还是被那些违法乱纪的人牵连。我们领导出事以后，我做了2年的项目被叫停了，特别窝火。你对工作的热情呢，我是理解的。那要是因为白小河的原因让你舍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那我的格局是不是也太小了？苏苏，我发现你变了，变得柔软了。谁让你下来的？回去，赶紧的啊！人家说这么深情的话，你怎么回事你？以前的我是冷静了一些，也不敢冒险，但现在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去冒一次险啊！那万一我创业失败，再赔个底儿掉怎么办？我养你啊！啊？按白先生的眼光和能力，他既然选中你来做这个项目，那我肯定是要跟投的。跟着成功人士学投资，成功率肯定高。哎呀，怎么感觉今天那么有劲儿啊？那你再加点阻力。调高就调高，谁怕谁？呀，可以啊！哎呦，我使不完的劲儿。那你就维持这个速率啊，坚持1分钟。哎呀，儿子，上班去了。吃点东西，哎，别空着肚子。不能空肚子，快吃点。咋的？他要回北京啊？没，就那么一说。要回你就让他回呗，省得天天搁这儿跟你发脾气。他就是跑到哪儿，那肚子里的孩子不也是咱家的吗？我不会让他走。我在这待着还不得劲儿呢，我还想回老家呢。以后每个月我再多给你5000块钱。你说你啊，就那么大点地儿，你买它干嘛呀？之前在外面跑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我送你的礼物。我这几天要去趟苏北找周世辉，我得去几天呢。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你就用它跑，要不然你一个人出去夜跑我不放心。那正好，我也送你一礼物。我也有礼物。